为期10万公里的长测和拆解。测试时间从夏末到深冬。小鹏 P5 以及 i-on-S 整体表现如此明显的差异，谁是更让人省心的那一个？欢迎收看大型长测拆解类节目《一车横评真10万公里长测》，我是一车原创主持人吕成。我们都知道，经过了多年的发展，新能源领域已经从当年的无人问津变成了现在的激烈厮杀状态。而在这条提速迅猛的新赛道中，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势力品牌，即便是曾经100年老牌也没有绝对的胜算。所以，产品究竟如何，必须要经过市场的考验。那么，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就准备让传统车企和造车新势力来一次正面硬刚，看看那些看起来更懂消费者的新势力产品和传统车企造出来的新能源车，在为期10万公里的长测和拆解中，究竟会碰撞出怎样的结果？为此，我们分别选择了小鹏 P5 2021款 550G， 以及来自广汽埃安的 i-on-S 2022款 Plus 510公里70智驾版。那么，作为2款落地不到20万元的紧凑级3厢家用车，它们在各方面的表现究竟怎样呢？在长达10万公里的测试中，谁又是更让人省心的那一个？想要知道答案，咱们这就开始本期的汇报。小鹏 P5 2021款 550G， 当时的裸车价格是18万2080元，保险4557块8毛8，落地价总共18万6637块8毛8。广汽埃安 i-on-S 2022款 Plus 510公里70智驾版，裸车价16万5800元，保险3920块5毛8。另外，和小鹏 4S 店不同的是，广汽埃安的 4S 店还另外收取了我们300元的车辆上牌费，落地价格17万020块5毛8。由于新能源车型享购置税减免政策，所以两车并没有购置税一项的花费。最终落地价格，小鹏 P5 比 i-on-S 贵了1万6617块3毛。在完成了整个买车和上牌的流程之后，我们依旧第一时间对两车的车内空气质量进行了专业检测。测试方法依旧是采用国标以及 ISO 两种。我们先来解读一下模拟常温环境下的国标检测数据。整体来看，两辆测试车的5本3全8项测试数据都没有出现超过国家推荐值的情况，整体表现值得肯定。但如果与同期测试的其他车型相比，小鹏 P5 的苯乙烯析出量还是有些偏高，仅排在本季所有测试车中的倒数第2名。相比之下，广汽埃安 S Plus 在国标测试中整体排放数值都更稳定一些。再来看看模拟高温环境的 ISO 测试结果，小鹏 P5 的苯乙烯析出量依然不理想，0.0371的数值在所有参测车型中只能位列最后1名。另外，小鹏 P5 的苯及 TVOC 排放也处于相对靠后的水平。然而，此前表现稳定的广汽埃安 S Plus 在 ISO 测试环节中也并未能够全身而退，而即便是在常温状态下，它的车内 TVOC 数值也并不算低。看来，在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控制方面，埃安 S Plus 还是要进一步加强。如果你对比国标及 ISO 标准下的5本3全数值，就会发现，在高温状态下，这8项数据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所以，我们的结论依旧是那句话。当车辆经过长时间的暴晒之后，上车一定记得第一时间开窗通风。做完 VOC 之后，这2台车一过3000公里的磨合期，就迎来了他们的第一次性能测试。动力方面，从输出数据上来看，似乎 i-on-S Plus 的204马力、350牛米要略强于小鹏 P5 的211马力、310牛米。自重方面，似乎也是 i-on-S Plus 更占优势。所以我闭眼盲猜，在加速成绩上 i-on-S Plus 没有理由会输。3、2、1，走！但是，当我们将车辆磨合到3000公里之后进行性能测试中，两车的加速表现完全相反。在新车状态下 ，i-on-S Plus 完成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需要用时7.85秒，而仅在马力输出上略高7马力的小鹏 P5 却跑出了7.56秒的成绩。在行驶到5万公里和10万公里后，两辆测试车更换新胎，再次进行测试。
然而，它们的加速成绩也都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其中 INS Plus 两次成绩分别是 7.85 秒和 7.83 秒，而小鹏 P5 的成绩则为 7.51 秒和 7.49 秒。可以看出，在经过了10万公里的使用之后，两车的电机性能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衰减，整体表现与新车几乎一致。虽说小鹏 P5 的加速性能要比对手更强，但它的制动表现却并不尽如人意。新车状态下，小鹏 P5 的最短制动距离仅为 41.08 米，未能杀入40米大关，6次平均制动距离最终仅为 42.67 米。而5万公里和10万公里的两次测试中，小鹏 P5 虽然都艰难地杀入了40米大关，但整体表现都比较一般。其中5万公里测试的最短、最长和平均制动距离分别为 39.11、43.21 和 40.72 米，而10万公里的这3项成绩则为 39.19、42.47 和 40.78 米。可以看到，不管哪一次测试，最短和最长制动距离的差值都超过了2米，制动稳定性表现并不算好。反观 INS， 它不仅可以轻松杀入40米大关，而且整体稳定性也较为出色。其中，新车状态下最短制动距离为 37.84 米，最长 39.69 米，6次平均制动距离为 38.29 米。5万公里时，最短、最长和平均制动距离分别为 37.67、39.65和 38.09 米。来到10万公里之后，这3组数据分别为 38.19、39.17和 38.83 米。所以我们得到的结论是，只要按照规定对两车的制动盘片进行维护保养，两车的制动表现也并不会随着里程的增长而衰减。但是小鹏 P5 原配的那套普利司通 EP300 轮胎抓地力表现一般，无法与 INS Plus 配备的米其林 ePrimacy 轮胎相媲美。若想提升制动表现，需要更换一套性能更加出色的轮胎。电动车的噪音测试中，我们和汽油车测试一样，选取了怠速、50、80、120公里每小时等常用车速区间测试。其中，怠速状态是车辆通电状态下车辆静止时的采样数据，其余速度为相同测试道路的等速巡航。新车状态下，小鹏 P5 的怠速、50、80及120公里每小时噪音值分别为 30.7、56.9、60.6和66.8分贝。而 INS 的表现也与小鹏 P5 十分接近。当然，从绝对数值上来看，IN 表现还是略胜一筹。静止时车内噪音值为 30.5 分贝，而3个速度下的等速噪音值分别为 56.7、60.1和66.6分贝。之后的2次噪音测试，通过数据表现，我们可以看到这2台车的噪音数值在行驶了5万及10万公里之后，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整体的 NVH 表现并没有明显衰减。性能测试的最后就是大家熟悉的车辆细缝测试环节了。我们从车辆两侧取20个取样点，然后对比左右两侧对应数据，就可以获得新车左右一致性的数据，以此判断车身覆盖件的装配工艺。新车测试结束之后，在5万公里和10万公里再进行一次测试，比对相同取样点在5万、10万公里的数据，就可以知道车身覆盖件在行驶过程中有无形变。先来汇报新车的左右一致性表现。在这项数据上，小鹏 P5 可以说是优势明显，其左右细缝平均差值仅为 0.397 毫米。而 INS 虽然背靠广汽这棵大树，却没有体现出大厂应有的做工，左右细缝平均差值仅为 0.61 毫米。5万公里时，我们测得 INS Plus 的20个点位细缝数值如下，计算得出其左侧平均细缝形变量仅为 0.095 毫米，而右侧数值比左侧略大，但也只有 0.112 毫米，表现还是不错的。来到10万公里之后，这一数值几乎没有太大增加，其左侧相较新车平均变化值仅为 0.107 毫米，右侧则为 0.118 毫米，整体表现还是比较出色的。而小鹏 P5 在跑到临近5万公里时，先后发生了2次不同程度的事故，也就不具备再次测试细缝的条件了。驾驶咱们体验完了，接下来也该顾及一下这个钱包的体验了。所以这2辆车在10万公里全程所产生的花费是怎样的呢？嘿呦，我是二宝，这里是大鹏快开车啊！一位生活在 B 站的推车区 UP 主，这一期真10万公里长测，作为飞行嘉宾，带兄弟们了解一下这2台车的电耗情况。
那么这10万公里的测试中，我们对2台车全程使用快充模式，并且为了达到最高的充电效率，我们每次只充到最大容量的80%。10万公里全程，小鹏 P5 共计使用快充桩充电534次，而广汽 NS 比小鹏 P5 多充了50次，总数为584次。除了充电次数更多，电量消耗总数上同样也是广汽 NS 消耗的更多，20328.84千瓦时的总消耗，相比小鹏 P5 的18796.65千瓦时多出了1532.19千瓦时你这玩意儿整的有零整。NS 的平均电耗为20.3千瓦时每百公里，平均每公里花费2毛9，而自重更大的小鹏 P5 却要比它低不少，仅为18.79千瓦时每百公里，平均每公里花费2毛7，能有如此我们推测与小鹏 P5 出色的3电系统不无关系。那我们都知道，由于天气转冷，气温下降，电池的部分能量要以加热到电池的适宜工作温度所以所有的电车在冬季的电耗都会有所上升。当然了，这2台车同样也不会例外。那我们对这2台车在夏季和冬季的电耗表现，也就是前5万公里和后5万公里的耗电情况，分别进行了统计，让我们看看它们在不同天气情况下的耗电表现。这2台车在冬季的电耗上升幅度都比较明显。小鹏 P5 在夏季的电耗是16.14千瓦时每百公里，到了后万公里时增长了约5.58千瓦时每百公里，而 NS 则更多一些，为17千瓦时每百公里，而在后万公里增长了约6.79千瓦时每百公里。这也使得这辆紧凑级纯电家用轿车的冬季电耗达到了23.79千瓦时每百公里。以它的身形、配置还有它的定位来看还是有些偏高了。显然在能耗管理方面 ，NS 还是需要多向小鹏 P5 学习一下子。那么接下来和这2台车花费有关的就剩保养方面的内容了，咱们继续把话筒交回给吕程吕老师。保养方面，小鹏 P5 和 IONIS Plus 厂家规定的保养周期均为1万公里，且由于没有汽油发动机，保养项目和单次金额会大幅度降低。10万公里测试中，小鹏 P5 一共保养了11次，其中首保免费，10万公里保养共花费4510元。平均每1万公里保养花费451元，而 IONIS 这边保养10次，总金额7303元，平均每1万公里保养花费730块3毛。对于不需要更换机油的电车而言，这价格着实不低。10万公里下来，单保养这一块 ，IONIS 就比对手多消费了2793元。还有一点令人不解的是 ，IONIS 每次到里程进店保养时，即便没有任何的零件更换，只是连接电脑进行数据读取和诊断，也需要收取300元的检查费，而且工时费也比较高。比如更换空调滤芯，零件90元，工时费60元，这要比小鹏的花费高出不少。就算对比同级别的汽油车型，也不算实惠。轮胎方面，小鹏 P5 使用的是普利司通 EP300 轮胎，规格为21555R1794V，4S店报价922元每条，4条3688元含工时。优惠完之后2856元，和外面的轮胎店差别不大。IONIS 使用的是米其林 ePremise 轮胎，规格为23545R1898W，4S店报价1287元每条，4条轮胎含工时5388元，但仅比外面的轮胎店贵了100元，所以还算合适。以上就是2台车跑10万公里全程的花费情况，但是省钱不一定省心。那接下来咱们就看一看这2台车跑10万公里到底省不省心呢？小鹏 P5 在4万公里时，主驾车窗升降出现异响，到 4S 店检查之后，是因为固定螺丝松动所致，拧紧之后故障消失。第2个故障出现在不到5万公里，左右两侧的后减震器均出现了渗漏的现象。经过跟 4S 店沟通，同意走质保更换2个后减震器，但由于质保换件是需要回收旧的问题部件的。而为了在拆解过程中详细分析这一对减震器的渗漏情况，加之当时这2根减震器在使用中也未出现明显的性能衰减情况，因此我们最终选择了不进行更换。但这里边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我们不得不提，就是我们在5万公里换胎时就已经发现2个后减震器渗漏，而且这个状态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但之前保养从未有人告知过我们这个车有这个情况。另一个问题是关于防冻液的，在8万公里进行保养时，这辆小鹏 P5 更换了防冻液。然而，在我们之后日常查车的过程当中，测试人员发现这辆车的防冻液液位明显过高，已经高过允许最大值，这点让我们很是不解。在此，我们想向小鹏汽车提出一点建议，希望官方可以加强 4S 店服务体系管理，用专业和用心的态度让消费者更加安心。而 IONIS Plus 这边
10万公里全程都让我们非常的省心，只有在3万公里的时候，快充口出现了故障。4S 店检查之后，走质保更换了充电口总成，但由于4S 店订货错误，导致我们又多等了一段时间才能行驶。修复之后，再没有其他故障了。从10万公里的使用情况来看，两辆车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出现，但各个分项逐一对比下来啊，新势力一方的小鹏 P5 还是占得了先机。更低的能耗，相对较低的保养价格，让它在上半级的比拼中处于领先。但小鹏 P5 在下半场的拆解环节中，又能否将优势延续呢？背靠广汽这棵大树的 IONS Plus 又能否在工艺、用料以及设计等传统大厂的优势环节干掉小鹏 P5 呢？想知道答案，就不要错过本组对比的下集。